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今天要討論一個阿修無法理解的事件。1月26日，阿富汗教育部長宣布，阿富汗永久禁止女性上學哦。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相信大家聽到永久禁止女性上學這個消息，第一個反應，應該都跟我一樣，就是震驚。然後完全無法理解，對吧？但你知道嗎？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突然發生的，它更像是一種溫水煮青蛙，是一場緩慢但持續的崩塌。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拆解這個核心問題，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步一步走向全面崩壞的？這真的不是單一事件哦，它背後是一連串精心算計的行動，所以我們得從頭開始看起。好，我們先把時間倒轉一下，回到塔利班剛重新掌權的那一刻，你可能很難想象，但當時呀，不管是國際社會，還是很多阿富汗人自己，心裡其實還抱着那麼一點點，可以說是僅限的樂觀吧。所以，我們第一個部分就是要來看看，當初那個充滿希望的承諾，最後是怎麼徹底變成一場空。你聽聽看這句話，這是一位前阿富汗的國會議員說的。我覺得他的想法完全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心聲。大家心裡想的是什麼？就是這次的塔利班應該跟1990年代那個極端封閉的政權不一樣了吧？畢竟他們新一代的領導人很多都在國外待過啊，看過現代社會是怎麼運作的。所以當時真的存在一種期待，一種覺得他們或許會變得更溫和、更務實的期待。結果呢，這份期待最終等來的卻是這個冷冰冰的現實，無限期禁止所有女性接受大學教育。各位，這不只是一項政策而已，它根本就是一個句點，一個徹底宣告所有關於溫和派塔利班的幻象正式破滅的句點。從這個時間點開始，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一條系統性倒退的軌跡越來越清晰。接下來，我們進入今天分析的核心。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注意聽。塔利班的策略其實非常狡猾，他們不是一次就把所有女性的權利都拿走，因為他們也知道那樣做會激起太大的國際反彈。所以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溫水煮青蛙模式，一步一步的非常有系統的把女性的各種基本自由一樣一樣的剝夺掉。好，我們來跟着這條時間線走一次，你就會感覺到那個逐步收緊的壓力。起點是2022年3月，他們先是違背承諾，不讓女孩子們回中學上課，這就是第一個危險訊號。接着才過了2個月，5月，控制就延伸到個人身上了。他們頒布法令，強迫女性在公共場合必須蒙面。再來，9月，他們直接解散了婦女事務部，這一步很關鍵。這等於是從政府體制上把保障女性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給拆了。到了11月，限制再擴大到日常生活，像是公園、健身房這些很基本的休閒場所，女性通通不准進去。最後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12月。大學的大門也對女性徹底關上了。你看，從教育權到身體自主權，再到政治參與、公共空間，這是不是一個層層遞進、逐步收緊的過程？非常明顯。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限制應該就差不多是剛剛講的那些了吧？錯了，那真的只是冰山一角。根據人權組織的統計，塔利班為了把女性從公共生活中徹底抹除，總共發布了多少項法令和決策？超過40項。你沒聽錯，是40多項。這已經不能只說是限制了，這是一套完整而且非常有系統的壓迫體系。好，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當這些冰冷的法令真的落實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身上時，會產生什麼樣的連鎖效應？接下來，我們就把視角從政策面拉開，來看看這些禁令背後那些真實發生的人間悲劇。這句話是為阿富汗的人權捍衛者說的，我聽到的時候真的覺得不寒而栗。他說，
他們甚至在自己的家裡都感覺不安全。家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塔利班的統治裸體是把控制女性的權利和責任下放給家裡的男人。你想想看，這會導致什麼後果？很多男性為了自保，或是為了符合那些嚴格的規定，只好對家裡的女性施加更嚴厲的暴力和控制，為的就是不要被當局找麻煩。就這樣，恐懼從街頭一路滲透進了家門。為了讓大家更具體地理解這種控制，有一個關鍵詞你一定要知道，叫做 Mahram。Mahram 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法定的男性監護人。在塔利班的規定下，一個女人如果沒有 Mahram 陪着，基本上是寸步難行。想出遠門？不行。想自己去看個醫生？不行。想去工作？想都別想。這等於是用一條看不見的鎖鏈，把每個女人都拴在一個男人身上，徹底剝奪了她們最基本的個人自主權。可想而知，這種高壓統治很快就引發了一場全面的連鎖危機。首先是心理健康，當你的未來、希望、自由全都被剝奪了，很多人真的會陷入深度的絕望。所以據報道，女性的輕生率大幅上升。再來是身體健康，我覺得這一點是一個更可怕的定時炸彈。你想哦，禁止女性上大學，這就意味着未來不會再有新的女醫生、女護士了。在一個男女授受不親、嚴格隔離的社會，這等於是切斷了未來所有女性的醫療管道。最後，當然就是經濟層面。在阿富汗，很多家庭本來就是靠女性工作在維持生計的。禁令一來，無數家庭瞬間就斷了收入，也讓整個國家的經濟雪上加霜。有個故事真的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位國際援助工作者分享的。他說他在一所秘密的地下學校裡看到一個很害羞、很安靜的小女孩，就自己一個人默默在畫畫。她畫的是什麼？是一個鳥籠，但籠子的門是打開的，有幾隻鳥正從裡面飛向自由。我覺得這個畫面真的非常有穿透力。它描繪出了阿富汗女性心中那種最深沉、最安靜，但同時也最迫切的渴望，就是對自由的渴望。講到這裡，我們就必須來探討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了：塔利班把這一切都合理化的理由是什麼？他們總是說這一切都是基於伊斯蘭法，但是我們不禁要問，這真的是伊斯蘭法的原意嗎？還是這只是塔利班的伊斯蘭法？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比對，大家馬上就明白了。一方面，塔利班的官方說法是他們在伊斯蘭的框架下保障女性的權利，但另一方面，我們把眼光放到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伊斯蘭國家，你從東邊的印尼看到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女生都可以上學，可以工作，跟男性一起建設社會。這個對比是不是非常強烈？這就很清楚地顯示，塔利班的做法根本不是普世的伊斯蘭教義，而是他們自己那套極端而且非常狹隘的政治解讀。而且更有力的證據是什麼？是這種極端的路線，連在塔利班內部都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舉個例子，他們自己的副外交部長就曾經公開呼籲，應該要重新開放女子學校。這就證明了，在塔利班的領導層裡面，其實存在着強硬派和務實派之間的路線鬥爭。所以這件事，它不是一個已經塵埃落定的決定，它更像是一場還在持續進行的內部權力博弈。好，看完了內部，我們最後把視角拉到國際層面，面對這場人權災難，全世界是怎麼反應的？而那些身處風暴中心的阿富汗女性，她們現在的處境又是怎麼樣？為了定義塔利班的行為，聯合國用了一個非常非常重的詞，叫做性別隔離，英文是 gender apartheid。大家聽到 apartheid，應該馬上會想到歷史上的種族隔離，對吧？聯合國用這個詞，就是要把這件事拉到跟種族隔離同一個等級的系統性壓迫，而且還明確指出，這可能已經構成了危害人類罪。所以用這個詞，就是要強調這件事的嚴重性已經到了極點。那國際社會的反應呢？
表面上看來好像很強烈，世界各國都在譴責，國際刑事法院也開始採取法律行動。但是對那些真正在阿富汗國內每天承受這一切的女性來說，她們普遍的感受是什麼？答案是被遺棄。因為這些外交辭令，這些法律程序，並沒有轉化成任何能實際改變他們處境的行動。所以最後，我想用這句話來結束我們今天的主體分析。他們感覺被拋棄了，但他們非常有韌性。我覺得這句話完美地捕捉了當下的矛盾。一方面是那種深深的孤立感，但另一方面卻是一種令人敬佩的拒絕屈服的力量。阿富汗女性的故事，就是一場在絕望之中尋找希望的持續抗爭。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阿富汗女性權利的崩壞是一場從破碎的承諾開始的系統性倒退。第二，塔利班採用了逐步剝奪的策略，透過超過40項法令將女性從公共生活中抹去。第三，這些禁令造成了心理、醫療和經濟上的連鎖危機。第四，塔利班所謂的伊斯蘭法依據與全球大多數伊斯蘭國家的現實相悖，甚至在他們內部也存在爭議。最後，儘管國際社會有所譴責，但阿富汗女性依然感覺被孤立，只能憑借自身的韌性繼續抵抗。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